在柬埔寨的心脏有一片随季风呼吸的湖泊，这里是洞里萨湖，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。居住在洞里萨湖上的居民有很多是越南的难民，实际数量难以估计，可能有数十万之多。他们没有国籍，找不到工作，洞里萨湖是他们唯一的家园。如今很多游客搭乘游船游览洞里萨湖，可以一窥水上人家的生活以及融金一般的落日。游览洞里萨湖通常有3个大城点，越南福村离暹粒比较近，游船多，游客也多，但商业化比较严重。我们在空邦鲁村坐船，这里相对淳朴原始很多，并且到处都是水上人家的高脚屋。居住在这个村子的大多数是柬埔寨人。现在我们到了洞里萨湖的旁边的一个村庄，叫空邦鲁村，然后在这个地方坐船。我们全部在吐槽说这个船我们也能开，你看这是方向盘。Original。船缓缓驶离岸边，忙上忙下的小男孩可能只有10岁，已经在为生计奔波。空邦鲁村的乘船处位于河口，在河口通往湖面的这段距离，可以近距离看到当地的水上村落。河水相当浑浊，泥沙的含量很高，有人在河里不知道是不是在游泳。因为现在是旱季，航道两旁的高脚屋都露出了木桩。雨季时，湄公河暴涨的河水灌入洞里萨湖，湖的面积和水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，这些木桩全部都会被淹没。在这样的水上浮村上生活，终年的潮湿、闷热、恶劣的生活条件，是否会滋生热带疾病呢？说起湖上的越南难民，他们的处境和这个村的柬埔寨居民还不大一样。他们没有法律上的权利，所以世世代代只能住在水上的村屋。2019年，柬埔寨政府计划将湖上的越裔家族迁移至陆地。有村民说，如果政府允许，我会选择待在湖上，因为我已经在水上住了一辈子，这是我唯一熟悉的生活方式。但是我希望我的小孩可以在陆地上获得公民身份，接受更好的教育，因为那是更轻松的人生。我们在中途下船参观一个聚居区，这个区域的地势较高，修建了寺庙和学校。现在我们走的这条街上啊，现在看到可以开车过来，但是导游说在雨季的时候呢，整条街都是会被淹的，只能够撑船。这一家可能是华人吧，门上还贴着春联呢。哇，妹妹的烧烤。这是柬埔寨鸡，不知道是什么品种啊，都是瘦骨嶙峋的，但是吃起来很好吃，绝对是土鸡。短暂停留后，我们继续向湖面驶去。金黄的落日给浑浊的河水平添了柔和的光线。他们说洞里萨湖的黄昏美得醉人，可是刚刚看到的贫穷、破败、污染很难与美相关联。接着我们穿过蜿蜒的河道，景色发生了变化。茂密的红树林展现在我们眼前，这是热带河口或三角洲地区冲积平原的独特景观。它们一年中很多时候都完全淹没在水中，顽强抵抗潮水的冲刷。然后到达了河口，真正的洞里萨湖水天一色，正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之中。那一刻，我才理解到为什么元朝的周达观到达这里时，将洞里萨湖称作淡阳。原来它真的如此之浩瀚，虽然是湖，却给人海的感觉。 This lake serves as the main road for visitors. Hello. 大姐来卖东西了。How much is coconut? Coconut.
$2. Yeah. Please give me a coconut. $2, right? Thank What do you you. want? Coconut more, sir? One more coconut? $2买的 coconut， 这个在吴哥窟那边卖$1，然后在这个湖里卖$2，我觉得情有可原哈，人家费了多大的运力运过来，支持一下生意。You like coffee? 哇，这个美国的美女也买了一个。Cheers！ Cheers! Sitting under the sunlight. My experience is that when I took boat ride from here on the move on the boat, reach to Phnom Penh, my body become like very dark. 现在太阳已经渐渐的落下去了，你看它现在像啥？我觉得特别像日本国旗。我们团里有4个日本人。太阳完全落山了，现在我们往回开了。洞里萨湖的游览结束，下面说说我在 Klook 上报的这个1日游团，还包括了库伦山和崩密列的行程。库伦山的主要看点是一座16世纪雕刻的卧佛，这个卧佛在当地人的心中是非常神圣的。山里有个库伦瀑布，个人觉得没啥意思，可能因为国内壮观的瀑布太多了。然后我们在瀑布边吃午饭，柬埔寨的鸡肉真的好吃。下午开车前往崩密列，个人觉得这个是吴哥窟大大小小的古迹中最值得去的地方之一。它隐藏在丛林中，完全没有被修复过。正是这种颓废的坍塌美感，让崩密列独树一帜。走在景区里，仿佛在探险。不过当天的重头戏还是洞里萨湖的日落。